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5分钟中文。5分钟中文是一个每周末更新的中文播客，用自然地道的中文跟大家聊聊中文学习和生活中有意思的事儿。除了在各大播客平台，您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收听有实时字幕、多语种版本的5分钟中文，欢迎大家收看和收听。学中文的朋友，或者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们，应该都吃过中餐吧？在我所在的美国，就算是很小的城市，也一定能找到中餐馆，尤其是中餐外卖，真是无处不在。我觉得最有名，也是中国人和美国人都特别熟悉的两道中餐，一个是宫保鸡丁，一个是麻婆豆腐。在美国，大家叫它们 Kung Pao Chicken 和麻婆豆腐，但是其实这两道菜的名字背后都有来历，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他们的故事。我们先来说宫保鸡丁。宫保这个词听起来挺特别的，其实它是一个官名。清朝有一位官员叫丁宝桢，他当过四川总督，特别喜欢吃辣。有一次，他自己做了一道用鸡丁、花生、干辣椒炒在一起的菜，味道又香又辣。后来，他被封为太子太保，简称宫保，所以他喜欢的这道菜也被叫成宫保鸡丁，这就是 Kung Pao Chicken 的由来了。再来说麻婆豆腐，这个名字听起来也很有意思。麻婆不是味道，而是一个人的绰号。传说清朝的时候，成都有一家小饭馆，老板娘脸上有麻子，大家就叫她陈麻婆。她做的豆腐特别香，很多人都爱去她那儿吃饭。她炒的豆腐麻辣鲜香，香气四溢，所以后来人们就把这道菜叫成了麻婆豆腐。所以一个是清朝官员发明的菜，一个是成都大嫂做的豆腐，他们现在都变成了全世界有名的中餐代表菜，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中餐里很多菜都是这样，背后有发明人的故事，也有历史上的渊源。很多菜的名字其实跟原料一点关系都没有。学了中文的人到了中国点菜的时候，如果菜单上没有图，还真不一定知道点的是什么。不过呢，等你慢慢去熟悉，了解了这些菜背后的故事，可能也会觉得中餐的名字真的是挺有意思的。那今天关于宫保鸡丁和麻婆豆腐这两个中外有名的中餐代表菜的故事，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如果您喜欢5分钟中文，请帮我订阅、分享、转发，让5分钟中文能帮到更多的人。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